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欢迎来到七家的频道。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现在正在分手中第7章的故事。上一章我们说到 Sono 设计组的设计图泄露，智贤怀疑是素英干的，之后两人解除误会，原来是仙珠告的密。英恩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仙珠，他让仙珠将功补过，而智贤为了 Sono 品牌这一季的销量，牺牲美色充当网红慧琳的100天男友。Sono 这一季的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然而在庆功宴上，英恩却接到了已故的秀婉的电话。回到本章，佑晴因为秀婉的事对英恩敌意很大，在和在国母子两人吃饭时，他有意无意地问起英恩的事情。在国看出佑晴在使坏，他警告佑晴不要再做这种事，他对英恩的心意是不可能被其他人改变的。然而佑晴也是个倔脾气，既然他要站在英恩对立面，那就要贯彻到底。他借着秀婉的名义给英恩发去了问候的信息，英恩并没有着他的道，在他心里，这声冷冰冰的问候远远抵不上在国灿烂温暖的笑容。隔天 Sono 的众人还沉溺在昨日成绩的喜悦中，隔壁的兰莫组长任雅投机不成18米，自然没有好脸色。他联合手下造谣，称英恩和有抄袭前科的工厂合作，肯定收了回扣。楠姐听不下去了，斥责任雅身为一个设计组长，不想着提升自己的设计水平，反而天天做些偷鸡摸狗的勾当。智叔也很生气，负责的 Mary 品牌败给了英恩就算了，曾经喜欢过的男人还被英恩拿捏得死死的。英恩没有理会智叔的垃圾话，因为这次设计出的衣服很完美，预购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，所以他要申请加购布料。智叔见英恩刻意不接他的话，没好气地签署了文件。告别了智叔后，英恩被佑晴约来见面。佑晴为了让英恩有负罪感，暗示英恩10年前秀婉是因为去见英恩，所以才出的事。英恩意识到来者不善，选择用沉默来对抗这个老狐狸，任佑晴怎么说，英恩就是不为所动。此时的智叔正在参加公司的会议，道勋似乎在故意躲着他一样，寥寥几句交代完工作后就离开了这里，这让他感到很奇怪。回到办公室后，他突然想到前段时间他误会道勋是 gay 的事情，他以为道勋是为此生气，于是给道勋发去短信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道勋不管他说什么都是回复一个好字。见道勋化身3好先生，他灵机一动，想出一个刁钻的问题。本以为这样道勋就不能只回复1个字了，没想到道勋直接让小郭帮他回答，这把智叔气得不轻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原来道勋自从热脸贴了冷屁股后，决定重新回到心中无女人的状态，而一旁的在国却因为女人的事情发愁。他想将喜欢的人是英恩这件事告诉妈妈，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。道勋本想为他出谋划策，结果在得知英恩是秀婉的前女友后，态度瞬间180度转弯，劝说在国不要走秀婉的老路，有些时候并不是2个人相爱就能在一起的。在国却早就下定了决心，他一辈子都活在其他人的安排下，唯独在英恩这件事上，他想做一次主。道勋为了劝他，从英恩的角度出发，如果英恩没有在国这么坚定，那么公开这件事只会让英恩受到伤害。其实英恩内心已经受到伤害，佑晴夹枪带棒的盘问让他感到很不舒服。在国见英恩好奇佑晴的身份，将他是秀婉未婚妻的事情说了出来，这下轮到英恩震惊了。他怎么都没想到10年前的自己竟然无意间成为了小三，明明秀婉已经和佑晴订过婚了，却还是和他坠入了爱河。回过神的英恩有点害怕在国在意他的身份，没想到在国依旧是一脸灿烂，如果他在意的话，一开始就放弃了。他将英恩搂入怀中，其实他一直不希望英恩想太多，像这样多依靠他就是他最想见到的。另一边，任雅看着自己组惨淡的销售额愁眉苦脸，老高也因为这事找上了他。面对任雅的老高并没有像对英恩那样毫不讲理，不过他还是催促了一番任雅，让他早日拿出成绩。正当老高准备离开时，任雅却拉住他，造谣英恩吃了工厂的回扣。黄代表在和智叔吃饭时问起智叔和在国的进度如何，智叔没好意思说出自己被甩了，谎称在国不是他喜欢的类型。黄代表却告诉他，让他不要挑3拣4，他会尽快安排2家家长见面。在他和在国的联姻中，感情只是附属品，真正的目的还是奔着让公司发展去的。素英和智贤因为工作的事情来见慧琳，慧琳表现出和智贤非常亲密的样子，没想到智贤却似乎有意告诉素英，他和慧琳并没有什么关系。素英并不是傻子，她自觉像个电灯泡，于是先行离开。
慧琳见此想约智贤吃饭，没想到智贤却一口拒绝了她，跑去找素英了。编剧似乎对美淑格外偏爱，不仅安排了个渣男老公给她，就连小郭的妈妈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偶尔给她打来的电话还是埋怨她家庭主妇的身份，字里行间透露着小郭挣钱养家的辛苦。摊上这么一个婆家，美淑也是有苦说不出啊。不过经此一事后，她也是彻底爆发，她将定存解约，取出了大量的钱，之后进行疯狂消费。小郭注意到门口堆积如山的快递，瞬间气不打一处来。他不明白美术在干什么，美术却反抗道：从今天起，他要为自己而活。画面一转，智叔听从黄代表的话，准备一起到样品室看看。没想到在国和英恩刚从样品室出来，腻歪在一起商量看什么电影。幸好智叔及时提醒，英恩赶紧装作偶遇的样子，黄代表这才暂时放过了两人。不久后，两人回到各自家中，但是在国抑制不住自己的想念，打电话告诉英恩半小时后来见他。结果刚说完，英恩门铃就响了，原来是美术来了。英恩只好给在国发去消息，让他今天别来了。可怜的在国连电梯门还没走出，就这样被遣返回家了。看着美术带过来的东西，英恩意识到在美术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，不过美术却什么都不愿意说。英恩只好聊起自己身上的事，他将休完未婚妻的事情说了出来。美术为英恩感到骄傲，因为英恩在得知这个意外的消息后，仍然是波澜不惊的状态，看来是真的成熟了很多。在国还是没忍住，来到英恩楼下送了她一瓶酒，让她和闺蜜一起痛饮。为了不打扰两人的兴致，在国很贴心地拒绝了英恩让她上去的提议，他提出明晚再来找她约会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之前最近一直在缠着素英，然而素英似乎对他兴趣缺缺，这让他很受打击。他好歹也是老板儿子，方外面指不定有多少女孩主动倒贴他，没想到素英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，称他在他心中还不如一张打板图。不仅黄代表的儿子郁闷，女儿智叔也不遑多让。他至今想不通道勋为什么要这么对他。英恩建议他快刀斩乱麻，既然他这么想知道，还不如直接去问问当事人。智叔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只好跑到道勋的公司去找他，当面质问他为什么每次都只回他一个字。道勋看着气势汹汹的智叔，终于说出了真相。他想要划清两人的界限，因为这种单相思的感觉实在是让他太煎熬了。智叔瞬间愣住，事到如今，他终于明白了道勋对自己的感情。另一边，黄代表找上英恩，他听老高说英恩吃了工厂回扣，英恩自然是否认了这个说法。不过黄代表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告诉英恩，他当年能到巴黎留学都是他出的钱，所以希望他能摆正自己的位置，不要贪心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黄代表的威胁让英恩的心情很糟糕，雪上加霜的是在国还失约了，他的心就如这场大雨一般，逐渐变得潮湿起来。天公不作美，导致在国今天的拍摄工作耽误了很久。即使他很焦急，但是也不能违反合约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英恩等到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，终于准备离开。而在国在最后关头冒着雨赶到了这里，但看到在国温暖的笑容后，英恩内心的委屈瞬间清空。两人同撑一把伞离开了这里，道勋就没在国这么好运了。智叔在得知他喜欢自己后，借着酒意拒绝了他。然而嘴上说着伤人的话，智叔喝醉的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倒在了道勋的怀里。道勋看着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没了办法，只好硬拖着烂醉如泥的她送她回家。英恩妈趁着英恩爸不注意，偷偷拿起他的手机查看，却发现了一个叫做庆子的联系人，这让他大惊失色。他不知道这个庆子其实就是在国。此时的在国正和英恩待在一起，相爱的两人在一起吃饭，就连泡面也变得很有味道。不过英恩这时却严肃起来，将秀婉联系他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其实他在有了在国之后，已经下定决心放下过去。在接待美术那晚，他就将秀婉的联系方式删除了。在国并没有在意，他相信两人的感情是真实的，没有人能让他们分开。虽说在国在英恩面前表现出不在意的样子，但隔天他就找上了右晴。他知道是右晴在背后搞鬼，右晴铁了心要阻止他们。他抬出在国妈威胁在国，如果他仍然选择英恩，那么在国妈肯定会非常难过。没想到在国被他这么一激，直接拿出手机告诉妈妈自己喜欢的人叫做英恩。本章完，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开头几章的时候，在国妈曾说过当年干涉秀婉感情的事让她一直很愧疚，所以她不会再干涉在国的恋爱和婚姻。不过根据本章结尾时她的表情，似乎并不准备真的像她说的那样放任在国和英恩继续在一起。
再过到底能否和英恩杀出重围，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呢？只能等未来再揭晓了。如果喜欢七家，那就请多多点赞和留言，并关注七家的频道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哟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